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事业大爆发，丁禹兮一天连宣3部头部剧，古装现代全面开花。《爱在无尽下》这部剧可以说无心插柳间，完美将郑元 CP 的意难平给平复了，让人拍手称赞。看完6月24日的连宣后，我的心里就像终于等到二搭的剧粉一样甜。不吹不黑，原本我也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平台片单发布而已，没想到看下去才发现，这场腾讯年度发布会不仅将镜头投向丁禹兮的古装现代双赛道，更以高密度的物料描绘出那个正经历寒冬却局部发热的内娱生态。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止热搜词条，不止数据飙升，而是包括花开锦绣司公令、爱在无尽下等一系列物料，是他们共同组成了那次霸屏。丁禹兮成为热搜最大赢家，是鹅厂少有的一口气砸下3部 S 加的演员。微博热搜词条挂到第二天中午没掉，也算是平台对这位演员的认可。看完连宣，再回望之前的南部档案，更是别有一番回味。高热的不止于角色，更是95生面对寒冬和命运的态度。关于连宣大事件，腾讯发布会那一天，丁禹兮和3部剧的班底终于一起走入大众视野。望着热搜上来往的词条，各方相视一笑，留下在2026年影视圈的剪影。这个时候，我却回忆闪现，想起了丁禹兮4月被潮没那么火爆时的场景。从他说我继续努力到一天连宣3部剧，时间其实也就过去2个月左右。但行业早已穿林打叶，一个新的排播表已经到来，一切都在大变。他的处境也已不是当年的自己了。一次集中连宣，时机至关重要。丁禹兮团队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，节奏绝不给粉丝添堵，一上来就切入主题，3个大招令接下来的戏路彻底水落石出。第一个，一场重逢。令郑元 CP 爱情同时完成进化的是临近发布的这场海报。在孟子义跟进发文之后，丁禹兮隔了9分钟也慢悠悠落下来。最终在评论区，两人互相转发的联动已经说明一切。再没有什么能够把这对意难平分开了。而赵灵和宋祖这对，原本因为各自角色的复杂设定，几度让人期待拉满，可随着红毯上丁禹兮主动伸手去牵宋祖儿，现场站姐连拍20张发到超话。到这里所有观众都明白，这剧的 CP 感肯定跑不了了。第二个，一场新规。但真正令番位撕扯平息的是接下来一场3大行业协会的新规落地。这次新规最合适的应用场景就是按姓氏笔画排序。令粉丝不敢再吵的是以前一番二番留下的 PTSD， 但在官方的统一处理下，最终一人本名加艺名并列走上前台，完成了这次高难度排番。看着排在靠前的丁禹兮，网友郑重向热搜介绍，这叫丁周杰。至此，这场明明剑拔弩张，却又平番加笔画，不吵不闹，极限避险的操作也到了瓜熟蒂落之时。而随着主角团的连宣全都柳暗花明，整部剧的最后3大悬念也该解开了。悬疑1：丁禹兮怎么上的热搜？先说丁禹兮从被潮没那么火到连宣3部 S 加的逆袭路。故事一开始就设下一个核心悬念，他今年还火不火？当初4月那条热搜挂出来，正是为了试探他的路人盘，看看没有新物料时的热度。网友一直等着看他笑话，到最后准备大做文章，又被南部档案的数据打脸了。后来他零宣空降，角色热度5分钟破亿，加上断崖第一的成绩，之前的嘲弄也分回来一波好感。戏收官了，风评也改善了，可上热搜仍是团队苦苦追求的目标。
这正是丁禹兮最可爱的地方，他始终是靠作品。他的劳模人设从不是刻意立的人设，而改写一切的其实是排播。随着3部 S 加剧集已近在眼前，鹅厂决定将6月24日的名额给他，推荐他去《爱在无尽下》剧组就位。但还没等他第2天去官宣，连宣的消息已经传来。最终他和孟子义、宋祖一起走进发布会，最后凭硬实力拿下了3部头部剧。而《花开锦绣》更早放出飞鱼服路透，跑出了一轮热度。这真是最完美的结局。悬疑2爱在无尽下开机，郑源 CP 怎么办？再说另一对从古装 BE 配角到现偶 HE 主角的沈岩郝念，两人爱情最大的阻碍原本是6年没碰现偶的生疏感，可随着海报蓝调底色的释出，所有的顾虑都解开了。丁禹兮还帮忙解开了观众对古偶连演现偶的隔阂。虽然梦姐这2年古装路线走得稳，和现偶就靠在一起，却始终不肯轻易尝试当年的甜妹路线。在粉丝的期待下，丁禹兮开启了夏花无尽的联动攻势。越是不敢尝试现偶，他就越是抓住一切机会炒热 CP 嘘寒问暖。日子久了，在铁石心肠也会被打动，再加路透和花絮的神助攻，最终化解了赛道隔阂。可就在一切柳暗花明之时，又一个阻碍出现在两人之间。老粉和新现偶受众几乎同时盯上了这部戏，可团队为粉丝放弃了炒作，丁禹兮却又一次选择了角色。最终丁禹兮亲自送这部剧上开机的火车，却在最后告诉粉丝，找一个2个人的房子，因为进度还未公示，他又把让出去的热度要了回来。最终2人前后脚进组，成就另一段完美售后。悬疑3、5部并行结局如何？主角团的故事说完了，最后该说说其他作品的结局了。先说待播角色，其一，赵灵，这位花开锦绣核心人物，男女主情感助推器，从开机就不消停，平等创飞所有人。先为练马术，提前3个月进组，还亲手打磨皮甲，实景拍摄。邓科刚调来指导，赵灵又火急火燎跳出来惊艳。可路透对他这套不仅不欣赏，甚至有些期待，让他把心思放在敦煌实景上。最终赵灵被安排到朝堂权臣，可随着私盐贩子设定曝光，反差感极强的他在镜头里操作失误，导致所有观众彻底沦陷，无法恢复，最终被锁定未爆款。这个热爱搞事业的男人，最终机关算尽一场空。唯一的贡献是被拍出表情包后，分给他的热度又回到丁禹兮手里，演员有数据了。其二，张海霞和张海岩。严格来说，张海霞并非待播角色，他有私心，但其实没有违反原则。对南少的质子身份照顾有加，还带领南部档案超额完成热度任务，也没有真的烂尾。在被超点收官后，他也终于找回了初心，回到了当年那个意难平张海霞。令人唏嘘的是他的结局，当年他把张海岩当成自己的对立面，所以仗的不过是面剧团的执念。当他不当虾，改被亲手终结，也失去了所有光环。面对粉丝的全力找路子，依然烂泥扶不上墙，连个破万的热度也没凑够。其三，沈岩，这应该是当天最复杂的角色了。当初他寻死觅活，逼着观众把现偶的期待让给自己，利用完古装红利，又在悬疑赛道里跟划清界限，攀上了大理寺和永夜星河这个高枝。他在待播名单里剽窃热度，被戳穿后又靠关系进入现偶赛道，步步为营，筹谋算计。没想到行业的寒冬来得太快，他的苦心筹谋全落空。面对扑朔迷离的排播，他又很快攀上了另一个前途看好的古装剧的高枝。两人物料被粉丝当场撞破后，
他死命护住 CP 感，让他快跑。已经心死的网友没让平台去男人的单位大闹，而是默默地给他一张期待单，从此各走各路。这个精致的演技派，在那个寒冬年代依旧如鱼得水。再说正面角色，丁禹兮的父母终于沉冤的雪，当他们笑脸盈盈和粉丝欢聚，好日子终于回来了。而丁家不仅出了个古偶男神，还出了个现偶男神。丁周杰从被朝媒火回城后，被安排进剧组宣传科，捧上人人羡慕的 S 加待遇，却始终不得劲，就爱去横店颠勺做菜。最后在老爹和团队的支持下，干脆专心制作劳模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影视寒冬的浪潮一起，一个好劳模能有多火。而他的工作室摊上这么个不慕虚名、脚踏实地的老板，也总算苦尽甘来，拥有了最接地气的幸福。两人怀上爆款，大结局时已经3个月大。大结局，丁家双喜临门，老板兴奋地咣咣干了一瓶白酒。而全剧最为温暖的一段戏也出现在结尾。新归的阳光下，丁禹兮和孟子义兴致昂扬走入爱在无尽下的剧组，阳光投在他们身上，形成一道美丽的光晕，未来是属于他们的。这段物料一出来，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，我当真是感慨万千。对于热搜词条一天连宣3部剧，以及那个95生曾经历的寒冬年代，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。2. 关于丁禹兮，初看这个热搜，我一开始并不在意，这2年看过的内娱大饼不少，总觉得一个连宣热搜恐怕会两头不落好，老粉觉得太累，路人觉得太假。结果事实却狠狠打了我的脸，好的演员都能进化出自己的生命力。丁禹兮没有死缠烂打，没有炒绯闻，没有为了戏剧冲突强加的各种综艺与曝光，只有实用主义的劳模，构成了一条特殊年代演员的涓涓细流。全剧最特别的就是以低调、沉静、细腻的剧组生活流，把闷声拍戏拍得清新克制。2部待播 CP 的感情线也正好迎合了当下市场的2种不同审美偏好。沈岩郝念这对走青春纯爱路线，用重逢的外壳包裹细水长流的浪漫，对准的是年轻观众对纯粹 CP 的向往。赵灵这条线则仿佛上了高速的成年人的权谋拉扯，包揽了时下短剧中最热门的反差萌、权谋升职等热梗，精准击中观众对强冲突人设的喜好。2条故事线缺一不可，共同托举起演员的高热度。花开锦绣导演邓科再次展现出对古装剧的强掌控力，全剧路透清透，色彩明亮，像色彩鲜艳的敦煌石景、静谧治愈的飞鱼浮星空等名场面，构造出全剧的权谋氛围。整段履历看似娓娓道来，但每一次波澜都是点睛之笔。尤其是看完几部路透之后，你就会真正入戏。哪怕存在个别档期细节瑕疵，观众也会跟随丁禹兮的角色一步步向前，直到连宣当天，更是将之前所有的排播铺垫彻底升华。当男神的霸屏在这个寒冷年代彻底绽放，热搜响起来的一瞬间，我也忍不住心潮澎湃，一时间各种过往画面在脑海中翻涌。好的劳模，最后一定要让观众共情。丁禹兮做到了。3. 关于扛剧能力，除了精彩物料，丁禹兮在剧中的表现也十分亮眼。最受关注的绝对是男主赵灵。和以往出演的现偶男主不同，这次物料中丁禹兮饰演的是开场就犯私盐的赵灵。没想到找对戏路的丁禹兮，竟将赵灵这个朝堂权臣机器猫演得如此出彩。丁禹兮演的不是好在哪一场戏，而是对人物的整体塑造上。他演活了一个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里，总能想出办法化解困境，不断像机器猫一样给观众制造惊喜的古装男神。而除了丁禹兮，
物料中还有3位演员秀出不俗热度。第一位，孟子义。孟子义完全把郝念那种清醒又有韧劲儿的性格特质演了出来，这角色完全打破了现熬女性柔弱被动的刻板印象。而在接连2部古装中又出色发挥之后，孟子义也证明了自己扛现偶的能力。第二位，宋祖儿。宋祖儿饰演的上宫角色是典型的双面人，曾经笑面迎人面面俱到，直到一朝被卷入风波，一滴泪落下，却又找回本心。宋祖儿的表演游刃有余，又细腻十足，尤其角色脱胎换骨的戏份虽少，却让人不由代入，不愧是实力派。第三位，张海霞。要说全剧最令人惊喜的角色，那绝对是张海霞。从他一出场，一个自带清冷绝对理性，又在男少打击下努力维持体面的质子就被塑造出来。除了演出人物的隐忍倔强，张海霞的爱情戏也演得极好。从开场对张海岩礼貌性的周全，到赴死时卸下防备的真心，都被演得丝丝入扣。此外，还有邓科执导的年代剧《老爹人》设天花板赵灵，王承新饰演的70年代老式美食家上宫，个个堪称同类角色热度天花板。4. 事实证明，95生的故事远远没讲完。提到丁禹兮，那绝对就绕不开内娱卷王。95生当然还在势头上，这几年口碑热度爆款不断涌现。但随着观众审美疲劳不可避免的到来，95生也面临一个新问题，就是如何讲出新的故事。而我们也能看到95生的思变。丁禹兮就是如此，相比过往难辛苦哈哈的综艺炒作，他却用低调氛围讲述了一个热情腾腾又蒸蒸日上的新故事。比如聚焦实用主义的演戏，全剧从一个看似不火爆、很一般的热搜开始，包裹了一个极致纯真的逆袭故事。随着物料展开，丁禹兮见招拆招，用古装当现偶，为分房连宣3部，连夜取关回关自证热度，又浪漫又好笑。又比如表现寒冬年代，全剧把霸屏藏在柴米油盐里，丁禹兮在困境里不离不弃，最终让高热不止于角色，更成为一代演员面对生活的态度。更惊喜的是，物料并未回避寒冬年代存在的不完美，平台一个厂牌，却一度能左右演员排播的资格。还有热搜这种人，始终唱着高调给丁禹兮扣帽子，直到连宣来临前，他还一直如鱼得水。可以说，相比对过去行业的过度美化，这种包裹在物料背后对生态的真实呈现反而更让人触动。所谓霸屏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美好幻想，而是在认清寒冬真相后，依然选择善良。连宣不仅拍出了一段复古逆袭，更像一面镜子，照见当代观众对纯粹演技、踏实奋斗的向往。丁禹兮和沈岩的爱情，则像是一座演戏的秘密花园，寄存着我们对上一代流量美好幻想的乌托邦。故事也告诉我们，霸屏不是天降，而是历经生活考验仍选择善良与坚守。相信好剧终有一天能够抵达。